无论是我让他进门让他住下，还是发现他枕头底下藏着防身的刀，我都没有在意。我的这份包容和信赖，让白薇感觉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她有千言万语感激的话想对我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白薇的耳边响起了外婆曾经说过的话：一辈子只要能遇上一个对的人。小时候她不懂父母为什么总吵架，外婆就是这么回答她的。如今她终于明白了，虽然这份幸福很多人穷极一生都难以得到，但她心底里觉得自己何其幸运，遇见了我。她深吸了几口气，平复了心情。她缓缓走到床边，将那把曾经带给她莫须有安全感的水果刀默默收进了柜子的抽屉里。以后她不再需要这个冰冷的东西了。回到客厅，我正从冰箱里取出2杯酸奶，我笑着拧开一杯，将沾着奶沫的盖子递到她嘴边。饭后喝点酸奶对身体好，来舔一舔，别浪费。白薇怔怔地望着近在咫尺的盖子，我在暖黄灯光下含笑看着她，晃了晃手里的盖子。她耳尖发烫，顺从地微微张唇，凑近那片塑料，舌尖卷起酸奶的瞬间，酸甜在味蕾上绽开。看着她像小猫一样可爱的模样，我一时间竟有些看入神了。我怕你吃不习惯原味的，给你开了瓶甜的，觉得怎么样？挺不错的。我拧开自己那瓶，咕噜噜地喝了起来。他看着我嘴边沾染的酸奶痕迹，下意识地拿起纸巾，轻轻帮我擦去。做完这些，他才猛然察觉两人的状态有些暧昧，连忙退开一步，羞涩地坐回沙发上，双手握着瓶子一点点地喝。虽然他看似在乖乖喝酸奶，但我知道他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我饶有兴致地盯着他，目光从他微颤的膝头攀上颈窝，惹得他羞涩地将裸露的脚踝无意识地相互摩擦着。我看穿了他的局促，觉得十分有趣，便笑着坐到他身边。保姆小姐，能借你的肩膀让我午睡一下吗？吃饱了躺平不舒服，有个人靠着就好了。白薇红着脸点了点头。当我轻轻靠过去，发梢扫过她的锁骨时，她整个人瞬间僵住了，仿佛连血液都凝固了。我的呼吸拂过她的颈侧，她只能屏住呼吸，尽力去配合我的频率。这5分钟对她来说既短暂又漫长。窗外的微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有几根搭在我的额角，惹得我微微皱眉。她调皮的伸手将发丝拈起，在我额头上轻轻扫动，结果我一个侧身，额头竟埋进了她的脸颊，半个脑袋挂在了她的胸前。突然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我猛地睁开眼，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状态时，连忙坐直了身子。我居然真的睡过去了，抱歉抱歉，我可没故意揩油。你老说我精神不好，我看你也差不多。既然能靠着我这么快睡着，就多睡会儿吧。感受着他覆盖在我脸颊上手掌的安抚，我笑了笑，没有再说，安心的闭上了眼睛。前世当刑警，时刻保持警惕。我的睡眠一直很浅，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别人身边如此快速和安心的入睡。渐渐的，他也在微风中靠着我的脑袋沉沉的睡去了。睡着，我不知何时已经倒了下去，枕在了他柔软的大腿上，而我此刻微微侧身，像抱枕一样，双手紧紧搂着他绵软的腰肢。白薇缓缓苏醒，看到这幅光景，小脸瞬间红透了，但她没有任何反抗，反而将手轻轻放在我的背上，看着我像小奶狗一样紧紧抱着她。她只觉得如痴如醉。叮铃铃，闹铃声骤响，将我从梦中惊醒。我一醒来，发现自己正抱着什么软软的东西，脑袋还枕在她腿上，瞬间惊得跳下了沙发。你小心点啊！我什么时候睡相变得这么差了？我挠着脑袋，一副呆呆的模样。我赶紧冲进浴室洗了把脸，出来时看到他笑盈盈地看着我，毫不在意我刚才的冒犯，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其实我是怕自己过于亲密的举动会惹他不高兴，让他觉得受了委屈。如今确认了他对我的好感度足够高，我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走吧，咱们去你家，把行李取过来。暮色初临，西天的残阳将白薇家的老式单元楼镀成了一层压抑的橘红色。越是接近家门口，我能感觉到身边的白薇走得越发僵硬，她的心跳似乎都在这死寂的楼道里回响。几个住户进出间，目光频频在我们脸上扫过。哟，小薇对象找得到俊啊！常年窥探各家隐私的刘一下楼时调笑了一句。白薇脸色一红，没有任何反驳，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我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碎语，牵着她径直上了4楼。白薇此时甚至都没发现，一路上她都没有领路，我却准确无误地停在了她家门前。来到402门前，白薇取出钥匙，手抖得怎么也对不准钥匙孔。我能猜到那声门锁开启的啪嗒声对她来说有多么沉重。她的大脑此刻已经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门后等待她的会是什么。眼见她木讷地待在原地不敢开门，我直接伸出手替她扭开了房门。随着房门开启，家里静悄悄的。白薇狠狠松了一口气，不用直面母亲，让她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就在我们以为家里没人时，一间卧室的门突然打开了，走出来一个7岁左右的小男孩，那是他同母异父的弟弟李明宇。姐姐，你这几天去哪里了？去同学家了。小雨，爸爸妈妈哪里去了？父母对他再不好，他也始终把这个弟弟当亲人看待，只是每次看到他，就会想起父母偏心宠爱弟弟而忽略自己的场景，这让他的心情总是无比复杂。爸爸妈妈在医院呢，妈妈应该马上就要回来煮饭了。这位帅哥哥是姐姐你的男朋友吗？听到弟弟这么说，白薇脸颊绯红，下意识地偷看了我一眼，见我没有反应，他也没有出言解释。但听到妈妈马上回来，他
他立刻慌了神，决定赶紧动手收拾东西。而听到医院2个字，那个暴雨夜被刻意隐瞒的血色真相再次浮现在我与白薇的记忆中。上周5的晚上，李凤芝强行翻看了白薇的手机，在相册里发现了白薇偷拍我的照片。李凤芝的精神状态本就因为前夫白成峰的出轨而极其脆弱，这些照片彻底触动了她最敏感的神经。那一刻，李凤芝将对前夫的恨意全部投射到了白薇身上，用极其难听的词汇辱骂她 ：“INX， 不要脸！”在白薇绝望委屈的目光中，彻底疯魔的李凤芝竟然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咆哮着要划烂女儿的脸。继父李刚见状，拼死冲上去夺刀，推搡间刀锋调转，李凤芝在踉跄中将刀深深捅进了李刚的腹部，血液的腥味才让李凤芝如梦初醒，瘫坐在血泊中痛哭流涕。李刚当时奋不顾身的挡刀，并非为了保护白薇，而是为了保护他深爱的妻子不犯下杀人重罪。他从小暗恋李凤芝，爱得偏执而卑微，哪怕妻子疯魔，他也愿意倾尽全力呵护，却唯独没有分一丝一毫的爱给无辜的继母。面对倒在血泊中的丈夫，李凤芝转头恶狠狠地盯着吓傻了的白薇，吼出了那句：“你个扫把星，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就这样，身无分文的白薇被赶进了绝望的暴雨中，摇了摇头，将那些残酷的回忆甩出脑海。白薇嘱咐弟弟回房写作业，随后拉着我进了他的卧室。他拽出一个粉色的行李箱，开始慌乱地装衣服。我在房间里扫视，目光落在了他抽屉里一本上了小锁的笔记本上。前世，我曾在他离世后翻开过这本日记，里面密密麻麻记录，全都是他为了汲取活下去的勇气而强行记下的开心事。这一世，我没有去触碰他。虽然白薇没说要带什么，但我凭借对他的了解，默默将他平时最看重的书本和笔记整理出来，整齐地叠放在桌上。等他收拾完衣物回过头时，看到我挑出来的全都是他想带走的，而剩下的全被舍弃了。他愣在原地，眼底涌起难以言喻的感动。原来自己偷偷关注着男孩的时候，男孩也在如此细腻地关注着自己。将东西全部装好后，白薇拿出一张纸，留下一张简短的字条。我们拉着行李箱走出房间，白薇将字条放在餐桌上，转身正准备往大门走去。啪嗒，大门门锁突然转动，下一刻房门被推开，李凤芝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了门口，空气瞬间凝固。白薇握着行李箱的手猛地一颤，李凤芝也呆立在原地，直到听到动静的李明宇打开房门，喊着妈妈我饿了，才打破了死寂。李凤芝强忍着发飙的冲动，柔声把儿子哄回了房间。当卧室门关上的那一刻，她立刻换上了一副冰冷的面孔，不可思议地死死盯着白薇。你现在这是什么意思？长大了，翅膀硬了，妈妈管不了你了，找了个男人就准备私奔了是吗？白薇咬着嘴唇一言不发。上周5那句滚得越远越好还在耳边回响。你知道我10月怀胎多辛苦才把你生出来，现在拍拍屁股就准备走人，你问过我没有？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吗？眼泪夺眶而出，白薇不是被骂哭的，而是心疼心中最后那一丝对母亲温柔的念想，也在这一刻彻底破碎了。为了保留最后一份体面，她不愿与母亲撕破脸大吵。看着她默默流泪的委屈模样，我冷着脸大步跨上前，稳稳地挡在了她的身前。阿姨，白薇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她自己愿意选择的，而是你和叔叔亲手把她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我找你们老师了解过，你不用跟我和嬉皮笑脸，我知道你们这种有钱人家的大少爷都是什么成分。他转向白薇，换上了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他长得帅又有钱，他跟你爸就是一路货色，喜欢你的时候百依百顺，过奸臣，不喜欢了就一脚踢开。你妈我这个前车之鉴你看不见吗？他迟早会对你逆反，抛弃你的，你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听到这些恶毒的揣测，白薇泪眼婆娑地看了我一眼。她不相信我会是那样的人，更何况我们之间甚至都还没有确定关系。我深吸一口气，用衣袖温柔地替白薇拭去眼泪。我从来不屑于开爱你10000年这种空头支票，我只知道爱在当下就要珍惜当下。阿姨，人确实不能保证未来，不过我只知道一点，白薇在我这里得到和留下的都会是幸福的回忆，这就足够了。我不管你用什么花言巧语，我严正警告你，离我女儿远点儿。我也严正警告你，白薇已经成年，并且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在法律上，她已经有权利脱离您的强制管控。如果您是以母亲的身份来关害她，我随时欢迎；但如果您只想让她继续做您的牵线木偶，很抱歉，我绝不允许。李凤芝颤抖着拿起，看到月薪6000的字眼，瞳孔骤然收缩。她突然意识到，女儿纤弱的身躯里竟藏着如此决绝的反抗意志。好，有钱了不起啊！别跟我谈什么法律，你要是敢带走他，我就带警察去你家。就算报警，我们也是占理，但您考虑过这么闹的后果吗？小雨年纪还小，您总不希望因为您的行为让她在学校遭受谣言和孤立吧？刀刀致命，我的话彻底戳中了李凤芝的软肋。她觉得亏欠现任丈夫太多，绝不能让丈夫和儿子因为自己受牵连。好，你们给我滚！你记住，等这个公子哥玩腻了，你别哭着回来求我。你以为进了金笼子，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后悔的。我弯腰拾起最大那块瓷片，锋利的边缘在掌心压出红痕。您错了，
我不是在给他造笼子，我会当他是金丝雀一样呵护，但我会教他怎么长出翅膀，飞向属于他自己的世界。我的话让白薇心绪激荡，她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忽然大胆地握住我的手腕，跟在我身后向门外走去。统统都是白眼狼，走吧，都走吧！看着母亲瞬间苍老憔悴的模样，白薇泪流满面，但还是强忍着不舍开口。妈妈再见。我要说的话都留在餐桌上的纸条里。他拉着行李箱快速走出房门，他怕自己再多停留1秒，都会无法下定决心离开。走下楼梯转角，楼道感应灯次第亮起，突然楼上传来一声沙哑的呼唤：“晴晴！”这声呼唤惊飞了窗台的麻雀，白薇浑身剧震，行李箱滑轮卡在台阶上，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瞬间僵硬的指尖，像被冰冻住的蝶翼。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李凤芝因为下楼太快，跌跌撞撞地扑了下来，额头甚至撞到了墙面，渗出了血丝。晴晴，别走，是妈妈不好，妈妈错了，妈妈不会再骂你了。听到晴晴这个称呼，白薇瞬间控制不住，泪水奔涌而出，扑进了母亲的怀抱。看着这一幕，我惊讶地发现，眼前的李凤芝跟刚才判若两人，无论是神情、语气还是动作。我后来才知道，李凤芝因为受刺激太深，出现了人格分裂，只有在极少数白薇表现出极度脆弱时，那个深爱女儿的第三人格才会出现，而她唤出的晴晴，就是这个母亲回来的标志。妈妈，对不起，我还是要走，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承受不下去了。白薇知道母亲很快又会变回那个暴躁的人，所以她更坚定了逃离的决心。她之所以想学心理学，就是希望能治好母亲，让这个真正爱她的母亲永远留下来。阿姨，如果您真的爱白薇，就请放心的把她交给我，我保证绝不会让她受一丝委屈。妈妈没用，这丫头生来就不习惯说出自己的委屈，就麻烦你多多留心关照了。李凤芝佝偻着身子，将我和白薇的手紧紧攥在一起，手冷得像冰，却将我们的肌肤熨得发烫。她最后摸了摸白薇行李箱上的晴天娃娃挂件，一脸慈爱地对我们挥了挥手。白薇3步一回头，眼泪却被释怀的笑容所取代。彻底卸下防备的白薇，兴奋得像个重获新生的鸟。她一手托着行李，另一只手紧紧搂着我的手臂，整个人都开心得靠在了我身上。手臂上传来她柔软的触感，我被她感染，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连司机都看出了她的变化，打趣说她肯定是中了彩票，但我心里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安。在上车前，我分明感觉到似乎有人在暗中跟踪我们。你看什么呢？没什么。我笑着摇了摇头，真的是我的错觉吗？我最后扫了一眼车窗外，压下心底的疑虑。晚自习的预备铃刚刚打响，教室里弥漫着书本的油墨味和压抑的翻书声。白薇坐在我的右侧，正专注地整理着错题本。自从下午脱离了那个压抑的家后，她整个人像是一株终于见到阳光的植物，连发丝都透着轻盈，但我却轻松不起来。自从下了出租车，那种被毒蛇盯上的阴冷感就一直如影随形。10年的刑侦直觉告诉我，那个跟踪者跟着我们进了学校。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转着手中的碳素笔，目光却死死锁定在教室前门的玻璃反光上。走廊的感应灯一直没灭，这意味着有人一直站在监控死角，静静地注视着我们这个方向。南城，这道物理题的受力分析，我总觉得少算了一个摩擦力，你帮我看看好吗？他凑过来时，带着淡淡的柑橘香。我接过草稿纸，余光却在那一瞬间捕捉到前门玻璃上闪过的一道穿黑雨衣的影子。那影子极快地缩回了墙后。这里你忽略了斜面的静摩擦。不过这题不急，白薇听我说。评委，接下来的5分钟，无论发生什么，坐在座位上，绝对不要离开教室。发生什么事了吗？你要去哪儿？别怕，去抓一只跟了一路的讨债鬼。记住，教室里人多，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等我回来。不给白薇追问的机会，我猛地站起身，拉开椅子，大步从后门走出了教室。踏入走廊的瞬间，我脸上的温和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前世那个令连环杀手闻风丧胆的刑警队长独有的冷酷。我故意放重脚步，朝着走廊尽头最偏僻的旧实验楼方向走去。那里灯光昏暗，监控早就坏了。如果那个跟踪者想动手，那里是完美的猎场。果然，当我走进连接实验楼的阴冷连廊时，身后传来了极轻的、刻意压着脚后跟的脚步声，橡胶鞋底摩擦水墨石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连廊里被无限放大。我冷笑一声，猎物上钩了。我猛地推开旧化学实验室的木门，闪身躲入门后的视觉盲区，屏住呼吸。10秒钟后，门被一只粗糙的手缓缓推开，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光束探了进来。就是现在，我如同猎豹般从门后抱起，左手精准的成爪，一把扼住对方握着手电筒的手腕，指骨发力，狠狠向外一拧，伴随着一声痛苦的闷哼，手电筒砸在地上。我没有丝毫停顿，右手猛地扣住对方的后脑勺，借着他身体前倾的惯性，提膝重重撞向他的腹部。这套近身擒拿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完全是降维打击。跟踪者瞬间失去反抗能力，痛苦的痉挛着倒在地上。我一脚踩在他的胸口，将他死死钉在地板上，随后弯腰捡起地上的手电筒，将光束猛地打在他的脸上。当看清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时，我瞳孔骤然一缩。李刚，
躺在地上的竟然是白薇的继父，那个上周五暴雨夜为了保护发疯的妻子，自己腹部挨了一刀的男人。此刻的他，腹部的伤口显然还没好透，疼得满头冷汗，却依然用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我。而他的雨衣口袋里赫然掉出了一把锋利的尖刀。阿姨还在医院养伤，你不在病床前好好休养，顶着未愈合的刀伤穿成这样跑到学校来跟踪我们，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他？今天下午你们走后，风之在医院情绪彻底崩溃，不停撞向床头护栏。如果不是医生及时干预注射了镇定剂，他根本撑不下去。只要白薇还在星海市一天，风之就永远好不了。他必须从星海市彻底消失，我要他死！看着李刚癫狂的模样，前世那些破碎的疑点在这一刻疯狂重组。前世那个暴雨夜，穿着雨衣，完美避开所有监控，在死胡同里残忍将白薇杀害的真凶，难道根本不是什么流氓，而是眼前这个为了妻子已经走火入魔的继父？他是不是那晚也像今天一样，不顾伤势偷偷溜出了医院，跟在白薇身后痛下杀手？我当机立断，没有废话，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以持刀尾随行凶未遂将李刚送进了警车。但看着警车呼啸远去，我心头却像有一根绷紧的弦，怎么也无法放松。第二天一早，我找借口请了半天假，利用我父亲在市里的人脉，以家属核实伤情的理由，进入了市医院的监控室。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凶手时，我不敢下任何定论。毕竟前世在排查时，首先就否认了他的作案动机，而且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我必须亲眼确认上周五的那个暴雨夜，李刚到底在干什么。师傅，麻烦把上周五晚上8点到10点急诊手术室走廊的监控调出来。屏幕上的画面闪烁着跳转。8点15分，浑身是血的李刚被推入手术室。8点40分，手术室的红灯一直亮着，几名护士进进出出拿血袋。9点20分，李刚被推出手术室，身上插着管子，送入监护室，一直到11点，监护室大门并没有任何人进出。一个重伤的人不可能从医院3楼阳台跳下去。我的大脑仿佛被一道闪电劈中，手脚在一瞬间变得冰凉。法医推断白薇前世的死亡时间正是当晚的10点半左右。铁证如山的不在场证明，前世那个暴雨夜，李刚正躺在手术台上，他根本不可能分身去小巷里追杀白薇。如果凶手不是继父李刚，那会是谁？从医院大门走出来时，正午的阳光晃得我有些睁不开眼。李刚那份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像是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口。那个前世藏在暴雨里的凶手到底是谁？这种敌暗我明的未知恐惧，远比直面恶魔更让我焦虑。推开家门，屋里静悄悄的，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沐浴露香味。我放轻脚步走进客卧，白薇正蜷缩在被子里午睡，她睡得很不安稳，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手里还下意识地抓着被角。看着她恬静却透着脆弱的睡颜，我心里的戾气消散了大半。我走过去，想帮她把滑落的薄毯盖好，可就在我抬头的瞬间，目光扫过客卧的窗户，我的动作猛地一僵。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打在玻璃上，在窗户的外侧，赫然有一个淡淡的、明显带有灰尘的手指印。我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我屏住呼吸，立刻转身推开门，绕到了房子外面的绿化带旁。果然，在客卧窗外的草坪边缘，几株绿植被踩得东倒西歪，一串凌乱的脚印踩在泥土里，脚印的方向直直地对着白薇午睡的这扇窗户。我的心跳骤然加速，那个人刚才就站在这儿，甚至把手按在了玻璃上，隔着这层薄薄的玻璃，死死地窥视着里面熟睡的女孩。危机感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居然跟到这儿来了！虽然小区有保安，但防不住存心潜伏的恶鬼，我绝不能坐以待毙。下午，我直接去了数码城，买回了3大箱顶配设备：夜视红外高清摄像头、窗台震动感应报警器。我亲自搬着人字梯在房子周围和客厅里进进出出钻孔走线。白薇被动静吵醒，穿着宽大的家居服，揉着惺忪的睡颜走出房间。你在干什么呀？怎么买了这么多摄像头？我这人有点被害妄想症，1楼虽然方便，但多装几个防贼总是好的。来，帮我扶着点梯子。你是不是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呀？知道还问？安装客厅天花板角落的摄像头时，我需要一个高处的支点。白薇踮着脚尖，努力地把连接线递给我，因为动作幅度太大，露出了精致的锁骨和一片白皙。我居高临下，目光不经意扫过，瞬间觉得嗓子有些发干。好了，扶稳，我马上下来。下梯子时，我不经意间又扫视了一眼，白薇注意到我的目光，瞬间脸色通红，惊叫一声松开梯子，我一个不稳直接倒了下去。白薇赶紧张开双臂来接我，我顺势一歪，半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她身上，直接将她带进了怀里。你小心点呀，有没有崴到脚？脚倒是没崴，就是刚才吓了一跳，现在腿有点软。保姆小姐，你这护驾失职，可得负责。谁让你耍无赖呀？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那双纤细的小手却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轻轻搭在了我的腰后，回抱住了我。
怀里的温热和馨香，让我今天一直焦躁紧绷的神经暂时得到了平复。吃过晚饭，我坐在沙发上调试电脑上的监视器分屏画面。白薇洗了一盘新鲜的草莓，乖巧地坐在一旁，用牙签挑起一颗最大的，递到我嘴边。我转过头看着屏幕，窗外的草坪，周围的死角，每一个可能入侵的地方都被高清摄像头无死角覆盖。只要那个留脚印的鬼影敢再出现，我一定会让他插翅难逃。白薇，以后你在家里，除了我用钥匙开门，谁敲门都别应，记住，是任何人。我记住了。午后的阳光晒得柏油路面微微发烫，白薇背着书包走在我身边，马尾便随着脚步一晃一晃。自从搬进我的公寓，脱离了那个压抑的家，她连走路都轻快了不少，时不时凑过来跟我分享今天复习的错题，可我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那种如影随形的针扎般的窥视感，在我们走出小区大门那一刻起，就死死地咬住了我的后颈。往里走点，外面车多。南城，你怎么了？手心全是汗。没事，中午折腾那些监控没休息好。快走吧，下午第一节是班主任的课，迟到要挨骂的。我表面云淡风轻，余光却飞速掠过沿街的商铺和绿化带死角，没人，可那种被毒蛇盯着的晚自习结束后，我和白薇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虽然夜风微凉，但她似乎很享受这种有人陪伴的安全感。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跟我说着班里的趣事。回到家，白薇主动系上了围裙，钻进厨房。不一会儿，2碗热气腾腾的番茄鸡蛋面和几碟小菜就端上了桌。南城，快尝尝，今天加了你爱吃的煎蛋，我特意把边缘煎得焦脆了一点。只要是你做的，毒药我也吃得干干净净。你又乱说，快吃吧。面要坨了。暖黄色的餐厅灯光打在她微红的侧脸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柔光。我大口吃着面，享受着这偷来的片刻安宁。饭后，白薇去浴室洗澡，水声哗哗作响。我靠在沙发上，打开手机，切入了我今天刚布置好的庭院监控。
但我的手刚碰到门把手，动作却硬生生停住了。我回头看了一眼紧闭的客卧房门，白薇还在里面熟睡。比起抓出这只老鼠，白薇的现出任何的惊慌、恐惧，甚至连一丝异常的情绪波动都没有。他的平静简直像是一潭死水。不对，我太了解犯罪心理学了。阳光透过阳台的纱窗，在木地板上洒下一片温暖的碎金。我推开卧室门，厨房里传来滋啦滋啦煎培根的声音，伴随着一阵烤面包的麦香。白薇穿着一件套头的纯白卫衣，正踮着脚尖在琉璃台前忙碌，金色的晨光勾勒出她纤细温柔的轮廓。这一幕美好的几乎让人忘记了昨夜的惊心动魄。你醒了，快去洗漱，三明治马上就好了。今天我特意多加了你喜欢的芝士。这么贤惠，以后谁娶了你，真是祖坟冒青烟了。大清早就拿我寻开心，快去洗脸了。洗漱完，坐在餐桌前，我看着他小口咬着三明治，嘴角不小心沾上了一点白色的沙拉酱。我没有出声提醒，而是直接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替他抹去了嘴角的酱汁。吃得像个小花猫一样。我自己擦。这片刻的温馨，就像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我咽下最后一口牛奶，将昨晚监控里的阴霾深深藏进眼底。不管外面有多少妖魔鬼怪，在这个家里，我只想给他绝对的阳光。吃过早饭，我和白薇并肩走在去学校的林荫道上，正值早高峰，街道上车水马龙，穿着校服的学生和赶着上班的行人行色匆匆。可就在我们穿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时，那种熟悉的让人反胃的，犹如毒蛇吐信般的窥视感，再次死死地咬住了我的后颈。我浑身的肌肉瞬间绷紧，这种感觉太清晰了，就混在周围穿梭的人流中，有一双极其阴冷的眼睛正
我带着白薇来到了班级通讯录上叶慈家的地址，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居民小区，虽然有些年代，但环境还算整洁。来到3楼，我敲了敲防盗门，却没有任何回应。正疑惑间，对门的邻居大妈提着垃圾袋走了出来。别敲了，找老易家啊！他们家今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呢，就大包小包的搬走了，说是乡下亲戚有急事儿，把房子都退了。阿姨，您是说他们天没亮就搬走了？是啊，5点多钟吧，搬家公司的车动静可大了，我还嫌吵呢。轰的一声，大妈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了我的身上。天没亮就搬走了，那我今天早上和白薇在去学校的路上，感受到的那股极其强烈的、如影随形的阴冷窥视感，是谁？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后背瞬间渗出了一层冷汗。如果早上跟踪我们的根本不是叶慈，那说明除了昨晚摸到我窗外的叶慈之外，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在光天化日之下死死地盯着我们。是那个白天的陌生胖子，是那个逃窜的连环杀人犯，还是前世那个真正的雨夜凶手？我压下心头的震惊与不安，牵起白薇的手，决定先带她回家从长计议。当我们回到家门口时，却发现走廊上站着一个不速之客，那是一个穿着高定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他眉头紧锁，脸色铁青的来回踱步，浑身散发着一种上位者的威严和压抑的怒火。当看清来人的脸时，我身边的白薇浑身一僵，下意识地抓紧了我的手。你还知道我是你爸？白成风大步冲过来，一把将白薇从我身边拽过去。白薇，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妈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病得神志不清，你居然狠得下心抛下她不管！不仅如此，你一个女孩子家，小年纪就跟着一个男生跑到外面同居，你把自己的名声当什么了？面对老父亲劈头盖脸的训斥，白薇的眼眶瞬间红了，但她这次没有退缩，而是用力挣脱了白成风的手。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当年是你先抛下我妈的，如果不是你，她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大人的事你懂什么？我每个月给你们的抚养费少了吗？现在你妈病了，你跑了，收拾东西，立刻跟我回白家，不允许我的女儿在外面这么不知检点。我不去，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更不想踏进你们白家的大门。我妈的病我会想办法，不需要你管。白成风气急，伸手就要去强行拉扯白薇的胳膊，我直接跨前一步，像一堵墙一样稳稳地挡在了白薇身前，冷冷地对上了白成风的视线。白总，白薇说得很清楚了，她不想跟您走，您这样强求恐怕不太体面吧？顾南城，你别以为你们顾家在星海市有点势力，你就能拐带我女儿，这是我白家的家事。他看了看被我死死护在身后的白薇，又看了看我那冰冷骇人的眼神，权衡之下，他硬生生忍住了强行抢人的冲动。顾南城，你给我听好了，你敢让他受半点委屈，我白家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绝对不会放过你。说罢，白成风狠狠地瞪了白薇一眼，伴随着沉重的提血声，白成风带着满腔的愤怒和无奈拂袖而去，消失在走廊的尽头。看着白成风消失在楼道尽头，我牵着白薇回到屋内，反锁上防盗门。白薇情绪依然有些低落，默默地去厨房倒水，而我坐在沙发上，眉头却越锁越紧。白成风刚才那副痛心疾首、誓死保护女儿的老父亲姿态，让我心里生出了一股极其强烈的违和感。不对劲，他当年竟然能狠心抛弃妻女，10几年都不闻不问，连李凤芝发疯他都没出面过，为什么今天会突然跑到我家门口，摆出这么一副关心女儿死活的架势？我按下心头的疑虑，顺手点开了连接着监控的电脑屏幕。就在画面亮起的瞬间，我的瞳孔猛地一缩，是那个胖子，昨晚在监控里出现过的那个眼角下
混口饭吃的，我把定金都退给你们，求你们放过我吧！我死死盯着胖子的眼睛，10年的刑侦经验告诉我，他没有撒谎，他真的只是个被人当枪使的底层眼线。线索再次彻底断裂，我松开手，任由胖子连滚带爬地逃出巷子。江燕在旁边骂骂咧咧，而我却感到一阵前所未有。
有个1秒钟的视野盲区，我就顺手替你调正了。好，我知道了，道叔，辛苦了。挂断电话后，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客卧。白薇睡得很熟，呼吸均匀。我走到窗边，借着外面微弱的光线，仔细检查了一下防盗窗的边缘。果然，那些看似长满铁锈的螺丝，全都被换成了极其坚固的新材质，只不过表面做了极好的伪装。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没有变态潜行者，没有职业杀手，这一切极其恐怖的见鬼现象，原来都是自己家的顶级保镖在消除安全隐患。可是，当这最后的一丝紧绷感卸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足以将人淹没的巨大疲惫感与迷茫。我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房间，那个拿钱办事的胖子线索断了，叶慈搬走了，嫌疑彻底洗清。李刚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潜逃的连环杀人犯也跟前世的凶杀案无关，线索全断了。前世那个在暴雨夜里残忍抢走白薇防身水果刀，将她刺死的真凶，依然像一个连轮廓都没有的幽灵，完美的隐匿在茫茫人海中。这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加上这2天极度的高压紧绷，昨夜淋雨的寒气，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摧垮了我的身体防线。我感觉视线开始变得模糊，周围的一切都在天旋地转，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喉咙像火烧一样干涩。我强撑着想站起来倒杯水，双腿却一软，重重地倒在了沙发上，彻底失去了意识。我感觉自己像是坠入了一个滚烫的火炉。前世那个血腥的暴雨夜和白薇惨白的脸在梦境中不断交织撕扯。南城，你醒醒！恍惚中，一个轻柔焦急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回响，额头上突然传来一阵冰凉舒适的触感，勉强压制住了体内乱窜的火苗。我艰难地睁开沉重的眼皮，视线聚焦后，看到的是白薇那张布满担忧，甚至带着几分苍白的小脸。南城，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你怎么发了这么高的烧？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嗓子哑得发不出一丝声音。我想坐起来，却发现自己正躺在主卧的床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额头上还敷着一条冰毛巾。我没事，可能昨晚受了点凉。什么受了点凉？39度8。我早上起来看到你倒在沙发上，怎么叫都叫不醒，烫得吓人。先喝点水，润润嗓子。我已经给班主任请过假了，今天我们在家休息。温水划过干涸的喉咙，带来一丝生机。我看着他忙前忙后，眼底布满了红血丝，显然是发现我发烧后就一直守在床边，寸步不离。把退烧药吃了。他把退烧药喂进我嘴里。如果下午还不退烧，就去医院打点滴吧。然后用双手紧紧包覆住我的手掌。南城，别怕，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但现在换我来照顾你。你好好睡一觉，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守着你。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感受着他手心的温度，我一直紧绷到快要断裂的神经，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真正的放松。在药效和发热的催眠下，我重新闭上了眼睛，沉沉的睡了过去。睡梦中，我突然又回到前世，同事热情的跟我打着招呼：“老顾，你一直关心的案子找到突破口了，是个熟人，抓到了，你快去看看。”我忙追问是谁，一道白光闪过，我一下醒了过来。再次醒来时，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落日的余晖透过半掩的窗帘，在床单上洒下一抹温暖的橘红。我感觉身上的酸痛感减轻了不少，额头的滚烫也退了下去。我微微偏过头，一眼就看到了趴在床沿边睡着的白薇，她似乎累极了，眼窝下带着淡淡的乌青，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条用来给我物理降温的冰毛巾，似乎是察觉到了我呼吸的变化，她像只受惊的小鹿一样瞬间惊醒。太好了，烧终于退下去了。南城，你饿不饿？锅里一直温着白米粥，我去给你端。别忙了，陪我待一会儿。我紧紧握着他的手，感受着他掌心传来的真实温度，指腹贪婪地摩挲着他手腕跳动的脉搏，看着眼前鲜活美好的他，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其强烈的恐慌感突然像毒蛇一样缠上了我的心脏。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害怕。我害怕这只是一场大梦，害怕一旦我揪出那个真凶，彻底改变了他的死局，完成了一切闭环后，这打破时间法则的重生就会结束。我会不会突然被拉回那个冰冷的只有他墓碑的原本时间线？我私心的想要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只要我不去查，只要我把他藏在这个被监控死死保护的安全屋里，我们是不是就能一直这样平静的生活下去？可是看着他眼底那份对我毫无保留的信任，我猛地咬紧了牙关。南城，怎么了？是不是又头晕了？没事，就是脑子清醒了点儿，我肚子有点饿了。好，那你靠着别乱动，我去给你端过来，吃完还要量个体温。看着白薇乖巧地走出卧室，
顺手带上房门的那一刻，我脸上的温和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冷酷与迫切。我死死攥着手机，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大脑如同闪电般劈开了一道口。退役雇佣兵刀叔，既然我妈说刀叔已经暗中保护我有一阵子了，那上周五的那个暴雨夜，他绝对也在我周围。那天晚上，白薇淋着暴雨来敲我的门，后来死在了那条漆黑的小巷里。今生虽然他阴差阳错躲进了我的家里，但那个隐藏在暗处，原本要对他痛下杀手的恶魔，会不会一直跟着他呢？他会不会一路吻碎白薇，甚至那晚其实已经跟到了我家楼下？如果是这样，那潜伏在暗处保护我的刀叔，他那双经过无数次生死淬炼的眼睛，绝对会察觉到这个一直跟在白薇身后的尾巴。我没有任何犹豫，迅速找到那串没有备注的号码，按下了拨号键。电话刚响半声，就被那边瞬间接起。刀叔，是我。少爷，身体好点没？有何吩咐？刀叔，上周五晚上下暴雨，大概9点半左右，有个浑身湿透的女生来敲我家的门。你当时应该就在我公寓周围警戒，对吧？对，我当时就在对面那栋楼的楼顶排查视线盲区。那个女生来敲门，我看到了。那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他身后有没有跟着什么可疑的人？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人一路尾随他到了我家附近，甚至在暗处盯着他？问出这句话后，我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听筒那头传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微弱的电流声在刺激着我的耳膜。电话那头的电流声只持续了2秒，刀叔低沉的声音便传了过来：少爷，确实有个人。轰！我的心脏犹如被重锤击中，浑身的血液瞬间沸腾起来。那晚雨太大，那人穿着黑色的长雨衣，戴着口罩，一路隔着大概50米的距离，不远不近的跟在那个女生后面，直到看到女生进了你的公寓大门。那人在街对面的路灯下站了大概2-3分钟，然后转身就走了。从那之后，这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前世白薇没有进我的家门，所以这个恶魔在小巷里找到了下手的机会。而今生因为白薇躲进了我的家，彻底脱离了凶手的猎杀范围，所以他只能在雨中眼睁睁看着猎物逃脱，无奈放弃。刀叔，你当时看清他的脸了吗？能不能查出这个人到底是谁？雨下的太大，路灯又暗，那人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确实看不清脸。不过我当时虽然没追上去，但我清楚地记得他离开时拐进了哪条巷子。少爷，只要他走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刀叔，我想要查出他是谁。挂断电话，我深吸了一口气，将眼底翻涌的戾气尽数收敛。房门就在这时被轻轻推开。南城，粥熬好了，温度刚刚好。看着他系着围裙，温柔安静的模样，我心头那股因为逼近真相而产生的狂躁瞬间被抚平了。医生说退烧后肠胃弱，你先喝点清淡的垫垫肚子。你一直守着我，自己吃了吗？我在厨房喝过一小碗了，你快吃，别说话了。病人没力气抬手，只能劳烦保姆小姐一口一口喂我了。白薇嗔怪地瞪了我一眼，在这间被暖光包裹的卧室里，窗外的阴谋与杀机仿佛都被彻底隔绝。第二天清晨，我看着白薇去学校上课，并让刀叔暗中护送她。当防盗门关上，确认白薇已经走远后，我眼中的温情瞬间消失殆尽。我迅速换上防盗门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白薇背着书包走进来，一眼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我，立刻快步走了过来。南城，你感觉好些了吗？头还晕不晕？早就没事了，烧全退了，不用担心。那就好。我今天在学校一直悬着心，就怕你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我们在沙发上温存了片刻，享受着这份安静。随后，我收敛了笑意，看着他的眼睛。白薇，接下来我有点事要出去办，大概需要2天时间。要去2天吗？你的身体才刚好。没事，一点私事必须去处理一下，很快就回来。这2天你乖乖在家等我，哪里都别去。好，我在家等你。那你自己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周六上午9点，窗外阴云密布，没多久，倾盆暴雨疯狂倾泻而下。白薇害怕雷雨天，此刻正缩在沙发上，用毛毯紧紧裹着自己，而我此时正身处江城某处废弃的烂尾楼里。我戴着面具和变声器，站在一个被蒙住双眼、双手反绑在身后的男生面前。他叫林然海，是我这几天暗中调查的目标。他每天早上都有晨跑的习惯，我趁机将他绑到了这里。前世身为刑警，我必须合法合规，但现在为了尽快撬出当晚的真相，我必须用点特殊手段。什么？我们家没钱的，你放了我吧，我绝对不报警。我如果是为了钱，绑你有什么用？现在是我问你答。
我能轻易把你抓来，就说明我对你的底了如指掌，别耍花招。我用一个冰凉的玻璃瓶轻轻贴上他的脖子，在黑暗的恐惧中，他瞬间抖得像筛糠。你尽管问，我知道的一定全说。仔细想想，半个月前那个暴雨的周五晚上，你都干了什么？不给具体时间点，是为了加重他的心理压力。果然，他慌乱地回忆起来，吞吞吐吐地说自己约了女同学肖月在家写作业，直到晚上。如果在你这张脸上滴几滴东西，想来一定会非常不同吧？别！我说，我那天下午是约了女同学，但我晚上出门了。出门干什么了？去跟踪一个女生。丢下女同学不管，冒着暴雨去跟踪一个女生，给我一个相信你的理由。是真的，是我姐姐拜托我这么做的。林然海的姐姐就是白成峰的现任妻子林诗雅。我立刻用她的指纹解锁了她的手机，翻找那天的聊天记录，果然记录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林诗雅让林然海放下家里的女同学，立刻到楼下等着，尾随从他们家离开的白薇。之前我一直想不通，林然海为什么会做出约了女孩在家却冒雨出门跟踪这种极度违和的举动。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聊天记录里，林然海一直跟踪白薇到了我家楼下，得知白薇进了一个男生的家后，林诗雅让他等了几分钟，见白薇没出来，便让他回去了。也就是说，前世的暴雨夜，林然海的跟踪在白薇敲开我家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结束了。可是，如果林然海只是负责跟踪，并没有杀心，那前世白薇究竟是怎么遇害的？结合前世的尸检报告，白薇衣衫不整，但身上却没有明显的挣扎勒痕和压痕，这说明她并非遭遇了强暴反击，凶器是白薇自己带出来的水果刀。唯一的可能就是林诗雅事后找到了白薇，两人发生争执，以林诗雅极强的控制欲和对前妻女儿的排斥，两人极有可能谈崩，最终引发了激情杀人。推断到这里，虽然还是缺少决定性的直接证据，但真相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至少林然海这条线已经到头了。滚吧，别回头，否则你知道后果。林然海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烂尾楼。我独自走到烂尾楼的顶楼，任由冰冷的暴雨倾泻在身上，冷水能让我的大脑迅速清明。我重生回来的目的，一是为了找出真凶，二是为了保护白薇不再受伤害。现在白薇安安稳稳地住在我家，只要以后尽量避免她去见林诗雅，潜在的危险就不复存在了。至于真凶，目标已经锁定在了林诗雅身上，但却缺少直接证据。就结果而言，我已经成功改变了白薇的命运。可如果凶手另有其人呢？就在这一刹那，轰隆，一道惊雷划破了天际，闪电瞬间照亮了整个江城。下一刻，我眼前一黑，随即便是一阵光怪陆离的光影变动。等我回过神来时，却发现白薇不知何时正站在我身边。不对，不是站着，而是漂浮着。我又做梦了。我诧异地看着这一幕，此时此刻的白薇和我前世当刑警时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她别无二致。她总是挂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笑容，脸上却又是一副心疼我的表情，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一言不发。看到眼前这个熟悉的白薇出现，我差点以为自己又穿越回去了。我立刻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并没有回到警局的天台，而是出现在了我家门外。就在我心中惊疑不定之际，下一刻，一个浑身湿透的女孩正缓步朝这边走过来，水珠顺着她的发梢坠入领口，她环抱双臂，一路缓步走到了我家的房门前。此时我就站在旁边，诧异地发现这个刚刚出现的过去的白薇似乎根本看不见我。我疑惑地转头看了一眼身边漂浮着的幽灵白薇，只见她依旧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随即便将目光落回到了那个过去的自己身上。见状，我也再次转头看向了眼前这个被雨水淋透的白薇。她站在门口，并没有立即按响门铃，她静立着，似乎在纠结思考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她才缓缓伸出手，却又在即将触碰到门铃前停住。在再次犹豫了一番，深呼吸了一口气后，她才终于鼓足勇气按下了门铃。随着叮咚的声音响起，她的身子猛地一颤，连忙收回了手，重新环抱着自己，显得又羞涩又局促。没一会，房门被人打开了，开门的正是过去的我。这还是我第一次以第三人称的视角看着过去的自己是什么模样，眼下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怎么了，反正我就站在旁边，眼前的自己和白薇都看不见我。我没有多想，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一切如记忆中一样。白薇提出了留宿的想法，而那时的我因为太过于年轻，又怕父母知道会责备，不敢随意收留一个上半身几乎全透的女孩子在家。我以为她是遇到困难没钱回家，便提出护送她回去，转身去取雨衣和雨伞。结果就在我转身之际，白薇神色纠结了一下，随即便黯然转身离去了。见到这一幕，我没有去管屋里那个正在找伞的自己，而是立刻追了上去。因为我自己当时在干嘛我很清楚，但我完全不知道白薇被拒之门外后那天晚上到底全程经历了什么。哪怕眼下仅仅是个梦境，我也想看看梦境会如何还原她那晚的遭遇。我追上白薇，看到的是一个满脸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的女孩。她不想让我知道她家里的难堪，所以不敢让我送她，可是拒绝了我的好意后，她该去哪？天大地大，竟无她的容身之所。母亲、父亲，他心中认同的3个归属之地，似乎都没有留下他的余地。他浑浑噩噩地走到了一家便利店门前，肚子突然咕咕叫了起来。想起自己从中午过后就没吃过东西，他掏出身上最后的钱，买了一个面包和一杯牛奶当做晚餐。便利店的店员见他淋得这么惨，立刻关心地拿来毛巾让他擦拭，并在他临走前热心地塞给他一把伞。下次过来还我就行。
这雨这么大，女孩子可不能淋太多雨，对身体不好。白薇推脱不过店员的好意，只能道谢接下。他撑开伞刚准备离开，却意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朝那边望去，只见叶慈正被3个小混混围困在角落里殴打。纠结了一番后，他还是壮着胆子走了过去。你们快住手！你们再欺负他，我就要报警了。他慌乱地去摸手机，才赫然想起来，手机已经在出门前被母亲砸坏了。看着他掏空口袋的表情，看来你出门忘记带手机了啊，美女，让我们不欺负他也行，那你留下来呗。就在3人逼近白薇的时候，原本一直挨打不吭声也不还手的叶慈突然挣扎着站了起来，死死挡在了白薇面前。跟他没关系，你快走！现在想走迟了，给我拦住他！眼见2人要去抓白薇，一直逆来顺受的老实人叶慈突然发狂了。平日里咋咋呼呼的人发飙并不可怕，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被逼到绝境，失去分寸的样子是非常可怕的。叶慈像疯狗一样冲向3人，迎接着拳打脚踢，他却动用了全身所有能攻击的部位进行反击。一个小混混的手臂被叶慈狠狠咬，痛得龇牙咧嘴。下一刻，叶慈又瞄准了旁边的男生，一口死死咬了上去，任凭他们怎么打都不松口，差点从那人手臂上活生生扯下一块肉来。直到那男生痛得跪地求饶，叶慈才松了口。见2个兄弟被咬得这么惨，黄毛也怂了，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小子俨然是个疯子。3人只得扔下一句狠话，仓皇跑路。我知道这3人身上带着刀，但他们只是为了壮胆，根本没胆子真捅人。叶慈的发狠彻底吓破了他们的胆，我这才恍然大悟，前世在学校看到叶慈身上的那些伤，果然是为了保护白薇受的。眼见3人逃走，脱力的叶慈不顾大雨瓢泼，一屁股跌坐在了泥水中。你没事吧？没事，谢谢。大家都是同学，不用客气。你刚刚也保护了我，我们两清了。白薇挤出一抹温柔的笑容去搀扶他。叶慈看了看他伸过来的手，顾忌自己满手泥污没有去握，而是自己撑着地站了起来。他走到垃圾桶旁，捡回被打落的书包，拉开夹层，确认里面那条干净的手帕还在，这才安了心。你的伞坏了，我的给你用吧。不过这把伞是那边便利店的，你用完记得还回去。我用这把伞的话，那你呢？没事，我想淋一下雨，就不用伞了。心思细腻的叶慈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异样。你是出什么事情了吗？没什么，都是家里的事。见是家事，叶慈不好再多问，但他怎么好意思拿走女孩的伞让她淋雨？就在他犹豫时，白薇将伞直接塞进他手里，随即便一头扎进了绵密的黑色云雾中，很快便看不清了方向。无奈之下，叶慈只好撑着伞回家了。我这才反应过来。
份关系就永远不会断绝。你自便吧。说完，白薇转身离去。多和妹妹待1秒，她都会想起父亲的决绝。她现在只不过是在用最无力的方式气一气这个跋扈的妹妹罢了。白雅熙手里紧紧握着刀，看着白薇离去的背影，脑海中不断闪烁着她临走前那抹冰冷的笑容。她明明是个无家可归的失败者，她凭什么对自己笑？凭什么？白雅熙心中无名火起，她提着刀快步跟上了白薇。很快，两人便走进了一处连路灯都照不到的昏暗死角。白薇，你给我站住！白薇完全没有理会，这让白雅熙越发愤怒。她快步冲上前，一把扯住白薇的衣服，强拉着她转过身来。巨大的拉力让白薇湿透的衬衫瞬间变得凌乱不堪。白雅熙黑色的着刀，白薇因为施华灾向前，林然还猛扑过来，对着持刀的手使出全力的抓握动作，三者力量瞬间叠加，那把锋利的水果刀在昏暗中划出了一道极其短暂的弧线，噗嗤一声被暴雨掩盖的清钝的撕裂声，时间仿佛凝固。林然海的手终于死死抓住了白雅熙握着刀柄的手腕，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成功了。白雅熙瞪大双眼，身体僵硬，而被两人夹在中间的白薇身体微微一震，他感觉到一股冰冷而短暂的锐痛，他低下头，似乎有些困惑。但随即，那股冰冷感瞬间被一股汹涌的灼热取代，顺着他的颈部疯狂地扩散开来，温热的液体迅速浸透了他湿冷的衣衫。他眼中的茫然还未散去，一丝更深、更彻底的释然混杂其中。他没有发出任何痛苦，身体的力量像潮水般退去，软软的向后倒去，重重的摔在积水的冰冷地面上。溅起的水花混合着迅速蔓延开的暗红色液体，那双望向无尽黑暗的眼眸掠过林然海惊愕扭曲的脸，掠过白雅熙吓得毫无血色的模样，最后彻底失去了所有光芒。林然海茫然地低头看着自己刚成功夺下的刀，刀刃上正流淌下刺目的鲜活。他猛地看向倒在血泊中的白薇，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他甚至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冲过来撞向白雅熙的手划伤了白薇，还是在自己冲过来之前，白薇就已经被割喉了。巨大的惊恐笼罩了林然海，白雅熙此刻也是同样的想法。他不知道这一刀究竟该算谁的，这可是杀人重罪。他猛地抽回手，带血的水果刀掉落在积水中，他跌跌撞撞的后退，满脸泪水和雨水，再无一丝骄横，只剩下纯粹的本能恐惧。林然海彻底僵在原地，像一尊被雨水冲刷的雕像。这不是他的本意，他明明只是想拉开雅熙，他杀人了。两人僵持时，突然听到了路人的脚步声。刚刚还一脸惊惧的白雅熙突然神色一凛，捡起凶器，拉着林然海头也不回的狂奔逃跑。我在原地犹豫了一瞬，看着失去声息躺在冰冷雨水中的白薇，我的心痛得无法呼吸。我想去扶起她，但身边漂浮着的幽灵白薇却拉住了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向那两人逃走的方向。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现在只是个旁观者，我必须看到更多的真相。这两人是如何做到避开警方调查的？我忍痛追上了白雅熙两人，他们一路跑到一处更加偏僻的角落才停下。怎么办？这下子完蛋了，出大事了！警察问起来，我们要怎么办？别慌，雨这么大，这边没有监控，我们不会有事的。舅舅，你今天约的那个女孩在家吗？但我没跟她交往。这事情就简单了，你就答应跟她交往，让她帮你制造不在场证明。哪怕是警察，也不会相信你约了女朋友在家，却把她独自丢下，冒雨出门杀一个跟你毫无关格的女孩。从行为逻辑、杀人动机到作案条件，你一条都不满足。
可万一警察专门对我展开全面调查，我这一路过来总会露馅吧？舅舅，你怎么懂得比我还少？警察调查嫌犯是不会去选择一个可能性极低的人的。退一万步说，就算警方发现了你外出的证据，可作案凶器呢？这把刀是白薇自己带的，谁知道他会随身带刀出门？光咬死凶器这一个无法解释的点，警方都拿你没有任何办法。听着白雅西的话，我只感觉脊背发寒。这个上的女生有着远超她年纪的知识储备和恐怖的冷静，她的话让惊慌失措的林然海迅速镇定了下来。可是你呢？你们家电梯里有监控，你出门被拍到了，怎么解释？我之前下楼并没有坐电梯，我是瞒着父母偷溜出来的，所以特意走了楼梯避开监控。回去后，我只要再走楼梯回家，电梯里就只有我下午回家的记录。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前世调查时白家没有一个人出门的记录。白雅西为了隐瞒父母而刻意避开监控的行为，恰恰成了他躲避警方调查的关键。如果他没有预谋杀人，又何必避开监控？如果他预谋杀人，凶器又为什么是受害者自带的？这两个死循环的逻辑矛盾，加上路人湖州的强奸未遂跑路的证言，以及特大暴雨对现场的破坏，彻底扰乱了警方的侦查方向。这就是前世那桩无头悬案的全部真相。两个过失杀人者全都有着不在场证明，全都没有蓄意杀人的计划，全都没有准备凶器。在老天爷的暴雨掩护下，这起充满巧合的案子成了一桩几乎无法侦破的完美犯罪。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我心中只剩下一片凄然。谁是真正的凶手？是林然海还是白雅西？没有定论。但在他们出手之前，白薇其实就已经被杀死了。真正害死他的是他破碎的原生家庭，是那个漠视他的父亲，是疯魔的母亲。就在我痛苦的陷入自责时，突然一只冰冷的小手轻轻抚上了我的脸颊。感受到脸颊上冰冷的触碰，我愣愣地转过头，只见漂浮在半空中的那个幽灵白薇，正用一种无比温柔又充满怜惜的目光看着我。到此为止吧。他终于开口说话了，那熟悉又牵动我心弦的嗓音，时隔10年，再次真切地传入我的耳中，只是声音里带着一股令人心碎的凄凉。我现在到底是在做梦，还是……我话还没问完，他伸出一根青葱玉指，轻轻地封在了我的唇前。没有区别，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这就算过去了吗？你给自己施加了不该施加的责任，背负了不该背负的罪孽。我每天都看着你，看着你在执念中折磨了自己10年，也是时候该结束了。你该查的都已经查完了，真相如何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在那一刀落下之前，我的心就已经死了。我心头一震，终于明白了他那时的心境。哀莫大于心死。当全世界都抛弃了他时，肉体是否还活着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那一刀对当时的他而言甚至是一种解脱，只是他未曾想到我会因为没能留他住下，而将这场悲剧化作10年的枷锁，把自己困死在罪孽和悔恨里。你放下了，我也就能安心的走了。这份罪不该算在你身上，你也不该背负。珍惜当下，他还在等你回家呢。不要为了追逐曾经的执念，而忽略了眼前最需要珍惜的人。听到这句话，我浑身一颤。是啊，我活在过去的执念中，为了调查真相，甚至不惜游走在法律边缘。再这么下去，我真的会万劫不复。我看着眼前如梦似幻的他，分不清这到底是真实的灵魂相见，还是我潜意识为了自救而编造的幻影。但不管是真是假，我都必须给他一个承诺，好让他安心离去。我想通了，这件事情已经有了着落，你放心吧，我不会活在过去了。听到我的承诺，白薇终于展露出了一个开怀释然的笑容。下一刻，周围冰冷的雨夜开始扭曲退散。惊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的早上，暴雨早已停歇，灿烂的阳光高挂在洗涤过的苍穹之上。昏睡了一夜的我，在苏醒的这一刻，感觉心头的阴霾被彻底一扫而空。雨已过，天已晴，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格外清晰。我看了看四周，发现自己还躺在昨晚那栋烂尾楼的楼顶，周围都是湿漉漉的积水，但我身上的衣服却意外的有些干爽，也不知道是楼顶风大吹干的，还是某种无法解释的奇迹。我站起身，眺望着远方被阳光笼罩的江城。是梦也好，是真也罢，就这样吧。从昨晚那场光怪陆离的梦境中，我已经彻底理清了前世的一切。白薇的死绝非单纯的偶然，也非必然，那是原生家庭的摧残，无数个阴差阳错的瞬间，以及极致的绝望叠加在一起，才演化出的悲剧。只要有我在，我绝不会让这种结果重现。回到家时，屋子里静悄悄的，我放轻脚步走到客厅，一眼便看到白薇正裹着那条薄薄的毛毯蜷缩在沙发上，沉沉的睡着。昨晚雷雨交加，害怕打雷的她没有回舒适的客房，而是缩在客厅的沙发上。我想她一定是在等我回家。看着她安静的睡颜，感受着这份沉甸甸的依赖，我忍不住
露出了温柔的笑意，走过去替她将滑落的毛毯重新拉好，这才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在外面淋了一夜的雨，我赶紧冲洗了一番，泡了个热水澡，驱散了体内的寒气。等我穿戴整齐，再次来到客厅时，白薇依旧在沉睡。她昨晚一定是因为担心我熬到了很晚，见她睡得这么香，我不忍心叫醒她。过去的都过去了，从今天起，我只为眼前这个鲜活的女孩而活。